萝卜是肠道显示器，医生告诫，若想肠道健康，可以多吃这几物。李阿姨是一个家庭主妇，平时没事喜欢做一些美食，经常与左邻右舍分享自己的美食心得。这段时间，李阿姨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就是有时候吃萝卜肚子没啥事，有时候肚子却不舒服，问了好几个人也都不知道是咋回事。刚好这天去体检，李阿姨想起来了这件事，就随口问了下医生。医生听完之后笑着解释道，这是因为萝卜就像是肠道的显示器，吃完没事说明肠道健康，要是不舒服就说明肠道可能有问题。李阿姨听完之后恍然大悟，原来是这样啊。随后医生又说道，除了萝卜之外，若想肠道健康，可以多吃这几物。一、肠道健康对我们有多重要？肠道是人体消化食物的一部分，重要性比大家通常认为的大多了。肠道是由小肠和大肠组成的，大概有7到8米长，有很大的表面积，可以把营养物质的吸收效率提到最高。但肠道的功能可不止在消化这方面，还是我们身体里最大的免疫器官之一。肠道内壁有很多叫派尔吉和淋巴结的小结构，这些结构能产生大量的免疫细胞，像 T 细胞、B 细胞还有抗体之类的。实际上，大概70%到80%的人体免疫系统都在和肠道有关的淋巴组织里。肠道不但要处理进到身体里的食物成分，还要认出并除掉那些可能有害的微生物或者毒素，保证身体不被感染和得其他病。肠道健康的时候，就能有效的发挥上面说的这些功能，促进营养物质好好被利用，支持正常的生长发育。要是肠道健康受损了，比如说因为吃的不对，压力太大，用抗生素这些因素让菌群不平衡了，或者黏膜屏障坏了，那一系列问题可能就跟着来了。不好的肠道环境会影响正常的食物分解和营养素吸收，时间长了可能会导致营养不良和体力下降。肠道屏障功能变弱，更多外面的病原体就有机会进到身体里，感染性疾病的风险就增加了。不健康的肠道和很多非传染性疾病都有关系，像肥胖症、2型糖尿病、炎症性肠病，甚至某些类型的心血管疾病。关于肠道健康，有一种说法是萝卜是肠道显示器，那么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？2. 萝卜为什么叫肠道显示器？萝卜是我们生活里特别常见的一种蔬菜，有很多对健康有益的地方。肠道想要健康，就需要膳食纤维。萝卜里膳食纤维主要有2种，分别是可溶性和不可溶性。可溶性纤维能在水里溶解变成凝胶状，让食物在消化道里走得慢一点，能帮忙控制血糖，降低胆固醇。不可溶性纤维不溶于水，能让大便变多，促进肠道动起来，对预防便秘很管用。所以经常吃萝卜能清洁肠道，让肠道正常工作，还能减少有害物质在身体里待的时间，降低一些疾病的风险。除了膳食纤维，萝卜里的其他营养物质也不少，比如萝卜里有芥子油，是一种天然的化学物质，能刺激胃液分泌，让人更有食欲，还有一定的抗菌消炎作用。另外，萝卜还富含维生素 C、钾、镁等微量元素和抗氧化剂，这些都能提高身体免疫力，保护细胞不被自由基伤害，从而对抗炎症和疾病。说到萝卜的产气作用，是因为它含有像棉子糖、蜜二糖这些人体不好直接吸收的碳水化合物，这些东西进到大肠后会被肠道细菌分解产生气体，虽然这个过程可能会让人有点不舒服，但其实是肠道菌群活跃的表现。健康的肠道环境通常能处理好这些气体，不会让人太难受。要是一个人的肠道菌群不平衡或者消化系统有问题，就可能会有更明显的腹胀等症状。所以适量吃萝卜，留意身体反应，能在一定程度上看出个人肠道健康的变化。就像李阿姨一样，有时候吃萝卜没事，有时候却不舒服，说明不舒服的时候可能是消化系统出了问题。平时除了萝卜之外，也可以按照医生的建议多吃以下这几种食物。3. 可以多吃哪几种食物？1. 苹果。果胶是天然的可溶性膳食纤维，在苹果中含量颇高，对人体健康好处多多，有助于维持良好的生理机能。在消化的时候，果胶能吸收很多水分，变成凝胶状的东西，让大便的体积变大变软，
还能促进肠道动起来。这样的作用对预防便秘非常管用，因为它能让食物残渣在消化道里走得更顺，减少排便时的费劲感觉。对于那些经常被便秘困扰的人来说，吃苹果可以有效的缓解。果胶既能助力缓解便秘，又能吸附肠道内有害物质，对于维护肠道健康很重要。果胶能把体内的胆固醇还有某些重金属离子等有害物质紧紧抓住，不让它们被身体吸收，然后通过排泄把它们排出去，能降低血液里的胆固醇水平，对心血管健康有好处。同时减少体内重金属的积累，也能保护肝脏和其他重要器官不被毒害。另外，苹果里还含有很多抗氧化剂，像维生素 C、多酚类化合物之类的。这些成分不光对抗氧化应激有作用，还能进一步给免疫系统功能帮忙，让身体抵御疾病的能力更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苹果皮里这些营养素含量很高，建议洗净后连果皮一起吃。酸奶。酸奶很受欢迎，大家都知道它对肠道健康很有好处。酸奶的一个主要好处就是里面有很多活性益生菌，特别是乳酸菌和双歧杆菌，这些有益的细菌对调节肠道里的微生物平衡很重要。喝含有活菌的酸奶时，这些益生菌在肠道里和本来就有的肠道菌群相互作用，帮着维持一个健康的微生态环境。这种好的微生物环境能让肠道屏障功能变强，减少有害物质从肠壁进到血液循环里的机会，就能保护身体不被感染。同时，益生菌还能刺激免疫系统，让身体对抗病原体的能力变强，对预防感冒和其他常见疾病很有帮助。另外，酸奶里的乳酸菌在发酵的时候会产生乳酸，不但能让酸奶有那种特别的酸味，更重要的是能降低肠道的 pH 值。低 pH 的环境，很多致病性细菌都不喜欢，所以就起到了抑制有害菌的作用。不但能减少因为有害菌过度繁殖导致的各种消化道不舒服的症状，像腹胀、腹泻，还能提高营养物质的吸收效率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选酸奶的时候要优先选那些标着含活性乳酸菌的产品，因为只有活的益生菌才能发挥上面说的那些作用。而且为了保证益生菌的存活率最高，建议买了之后尽快吃，或者按照说明书要求保存。豆腐。豆腐是一种营养很丰富、用处也很多的食品，特别受素食和想健康饮食的人喜欢。豆腐口感很细腻，容易消化吸收，富含很多对人体有好处的成分，其中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。大豆异黄酮是一类天然存在于大豆和大豆制品里的植物雌激素，它们有点像人体雌激素的作用，不过比较弱。对肠道健康来说，大豆异黄酮有很明显的抗氧化和抗炎效果。抗氧化剂能帮着中和身体里的自由基，减少氧化应激对细胞的伤害，这对保护肠道黏膜不被炎症影响特别重要。通过减轻肠道里的炎症，大豆异黄酮能帮着维持肠道屏障功能的完整，防止有害物质穿过肠壁进到血液循环系统里，降低的肠胃病的风险。另外，豆腐还含有一些膳食纤维，虽然含量可能没有像全谷物或者豆类本身那么高，但对促进消化道健康还是有积极作用的。前面说过，膳食纤维有可溶性和不可溶性两种，豆腐里主要是不可溶性纤维，这种纤维能让大便体积变大，帮着食物残渣更顺溜的通过消化道，这样就能预防便秘。对于那些经常排便困难的人来说，适量多吃点豆腐这种富含纤维的食物是个很好的自然办法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除了对肠道有直接好处外，豆腐作为优质的植物蛋白来源，对维护整体身体健康也很重要。蛋白质是身体修复组织、制造酶和激素等必须过程的基础材料之一。选择豆腐这种低脂高蛋白的食品，还能帮着控制体重，同时提供必需氨基酸来支持肌肉生长和恢复。结语：萝卜就像肠道健康的显示器，可以帮我们发现一些问题。除了萝卜之外，也应该多吃上面说的3种食物。当然，除了在饮食方面下功夫，在生活中我们还得适量运动，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，这样才能让身体维持良好状态，远离各种潜在的健康问题。